第一仗战事爆发在上海，战事未起，间谍密布，国军开道，惊喜交集，战争爆发，群情激昂，四郊难民聚集租界，坛落闹市，死伤无数，乐土不安，弃婴剧增，深宵奔走，打破难关，人人遭难，世事为难。外滩民国26年1937年8月13日，日本侵略上海，直到民国34年1945年8月15日，日皇下诏投降为止。这是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，也是我住在上海一生之中最难忘的8个年头。中国抗战了8年，虽然公司书籍记载频繁，但是目下存书不多，见到的人越来越少。况且现在日本军国主义的军阀已经完全倒下去了，时势推移，局面全非，中年人记忆日益淡薄，30岁以下的年轻人简直都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。不过我在上海亲身经历实况，可以反映出当年上海人在沦陷8年中的生活是怎样度过的。现在执笔仍然记忆犹新，唯感年月时日以及地名人名每每想不起来，而且容易把事情和年月弄错，这是我上了年纪的必然现象。要是如今再不写出来的话，恐怕再过几年更加糊涂了。战事未起，间谍密布，侵略战争开始之前，日本军阀在上海有几个优越条件。在民国21年1932年128事件之后，中国在屈辱的情况之下订立了一个淞沪停战协定，中国军队不得驻扎上海周围数十里之内，只准到昆山为止，昆山以东是见不到一个中国兵的。可是日本人反而可以在上海公共租界的虹口区屯驻军队，同时黄浦江中经常有大批军舰驻守，海陆空军都有。而且当时日军在上海布下了许多间谍，混在中国的各阶层组织之中，中国老百姓不知道的事情，日本人早已都知道。那时节，上海市政府设立在市中心区，可是上海人要到那个区去，必定要经过在北四川路（今四川北路）抵的日本海军司令部，才可以到达市中心区。所以这个司令部就控制了市中心区的咽喉。当时上海市市长是于鸿钧，他每天出出入入都感到日本军人的威胁。市政府有一个情报处，有一天于市长下手谕把历年情报档案运出中心区，哪知道所有档案早已全部失踪，代替档案的完全是白纸。原来当时市政府的秘书王长春早已受日本军部的利诱，勾结部分职员干了这件到宗卷的事情。因此市府一切情报日本人早就知道。换句话说，这时市政府的情报处早已变为日本人的情报处了。于鸿钧1898至1960，广东省新会县人，财经专家。抗战初期担任上海市市长，中国政府撤往重庆后调任外交部政务次长、财政部部长。1954至1958年任中国台湾行政院院长。上海市政府从那年的8月5日起，就由于鸿钧带了16名亲信和8个卫士，在法租界白塞众路（今复兴西路）一座神秘的屋宇之内办理一切公务，上海的一般老百姓是不得而知的。白塞众路的办公处5号上午开始办公，下午就有日本同盟社送来一份油印的新闻稿。于鸿钧见了这个新闻稿，为之骇然，因为他在此地办公是极端秘密的，何以当天就被日本方面知道了呢？日本同盟社送来的稿件分为2种，一种是报纸用的新闻稿，
一种是不公开的参考资料，在参考资料中就提到上海市政府已秘密迁移，且将全部人员名单调查得一清二楚。后来才发觉，于鸿钧的秘书中有一法文秘书耿继之，就和日本人关系非常密切。同盟社每天送来的参考资料，竟然把南京最高当局每天给于鸿钧私人的密码公文都译了出来，足见日本间谍不仅上海市政府有之，连政府最高机关都有。这么一来，才把于市长吓坏了。日本人在813之前住在上海的军队实在很少，其实不能应付较大的战争，他们所依仗的力量只有3分是兵力，7分却是这批间谍的情报。他们对国民政府和市政府的情报了如指掌，所以一味靠吓和诈2个字要令中国政府屈服，